在韩国某码头的一个废船上发现了一具男尸，现场发现了一些死者的随身物品。刑警老韩随手点了一支死者的烟尝了一口，但那只是一盒普通的香烟。老韩还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死了的家伙抽烟都不带火的嘛。”一旁的同事却说：“火机恰巧丢了也很正常吧。”尸体被发现时，房门是被从里面反锁着的。警方非常不解凶手杀完人后是怎么逃走的，但也只是不解，没有多想。而发现尸体的是一个来船上玩耍的小朋友，他是从食品升降机的通道爬上来发现的。原来这附近没有游乐场，而这艘废船就成为了附近孩子们的游乐场。好，说到这里，总结2点线索：房门被反锁，孩子通过食品升降机发现尸体。那么你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有的话请打在公屏上，没有的话那就和这帮警察一样继续往下看吧。刑警老韩随后发现死者的裤腰带是松的，他怀疑这很有可能是一场情杀。无意间他又在一旁的床下面发现了一盘磁带。至此，案发现场勘查完毕。回到警局后，警方整理了案件的线索。死者名叫老金，45岁，经营着一家当铺，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土豪了。有个妻子名叫海英，还有一个14岁的儿子小金。另外，死者还和一个叫美淑的女人有私情。警方认为这个美淑是案件的头号嫌疑人，因为她从死者那里借了很多钱。结合老韩推测的情杀，所以这个美淑很有可能是和死者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后将其杀掉的。另外，还有目击者在案发当天看到过死者去过美淑家里。得知这些线索后，老韩立马带队找到了美淑家里，可先见到的却是美淑的女儿小佳。等待美淑回来的期间，得知小佳也认识死者老金，还表示案发当天老金确实来过他们家，其他的他就不知道了。等美淑回来后，他也只是表示对老金的死不知情，至于从他那里借来的钱，自己也一直保证有钱了就还给他。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矛盾，因为没有证据，老韩他们只好先行离开。接着他们就又找到了死者的妻子海英，可看了美淑的照片后，他却表示不认识这个人。而案发的时候，他也正和儿子一起在家里看电视，这一点老韩也在死者的儿子小金那里得到了确认。这家案件彻底的陷入了僵局，完全找不到和凶手相关的线索啊！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死者老金的情人美淑被发现死在了家中，死因是煤气中毒，初步判断为意外死亡。巧合的是，他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老虎头像的打火机，后面证实打火机就是死者老金的。所以因为这个打火机加上舆论的压力，警局就以美淑因经济纠纷杀害了老金后又在家中意外死亡草草结了案。可事后老韩却在吃火锅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异常的地方，如果是意外煤气中毒，那锅里的东西应该会溢出来才对，可领导却不这么认为，已经结了的案子，老韩继续瞎折腾的话对大家都不好，当即拒绝了老韩重新调查的请求。可老韩这人比较轴，不让查那他就偷偷的查，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去案发现场的食物升降机里查看，结果儿子一个不小心竟失足摔死，至此老金也一蹶不振，案件也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可万万没想到，14年后的一天，另一个男人的死亡又将这起案件的谜团再次加剧了。一具男尸在出租屋内被发现，死者名叫老姜，51岁，5年前曾因勒索罪被捕入狱，1个月前才刚放出来。根据现场来看，死者是被吊死的，但根据现场挣扎的痕迹来看，并不像是自杀。另外，警方还调查到，有一个叫海英的女人一直在往死者的账户里打钱。负责案件的刑警小韩对海英进行调查后，又无意间在档案中了解到了14年前的另一起案件。得知当年负责案件的老韩对案件有很大的疑问，并在调查中不幸失去了儿子。他随即找到老韩了解当年的情况，可如今的老韩早就自甘堕落，浑浑噩噩的度日，丧子之痛让他失去了对真相的那份执着。无奈小韩只好留下了联系方式后告辞了。接着小韩找到了当年的死者老金的妻子海英，这才得知原来14年前海英的丈夫死后，她便开始和这个老姜交往，两人还同居过一段时间。可当小韩询问他知不知道老姜已经死了的时候，谁知海英却淡定地问：“是他杀吗？”小韩表示现在还不能确定，尸检报告要1周后才能出来。谁知海英却表示是他杀也不意外，他的仇家可不少。小韩对海英的淡定有些不解，甚至怀疑是他杀害的老姜，可他并没有继续追问，毕竟尸检报告还没出来，而是问起了14年前的那起案件。他问海英当初知不知道丈夫和美淑的私情，海英却表示知不知道又如何，人都不在了。小韩又问他，那你知道美淑的女儿小佳后来去哪里了吗？海英表示只听说被姑姑收养了，后面便一无所知了。好，这些都可以理解，那你的儿子小金又去哪儿呢？怎么好像也失踪了一样？谁知海英却说，儿大不由娘，初中毕业后就离家出走了，再也没回来过。说完他起身便离开了。小韩见状，当即意识到这个小金很有可能才是关键人物，于是便开始四处打探寻找小金。别说，还真被他找到了。如今小金在一家咖啡馆打工，可对于14年前的那起案件，小金却表示什么都不记得了。小韩只好无奈告辞。可第二天，小金就在地铁站的储物柜里收到了一份礼物，看他的表情，应该是藏着什么秘密的。另一边，老韩好像想开了，也许是想给死去的儿子一个交代，他主动联系了小韩，可却被告知小韩已经失踪2天了，却无意间得知小韩正在调查当年案件的小金后来就失踪了。老韩立马察觉到
到了不对劲，于是就也开始调查起了小金，可却在小金的楼下碰见了一个神秘的女人。两人一番较量后，老韩成功制服了这个女人。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个财阀的秘书，正负责调查一个叫小美的女人。小美是财阀看上的女人，可要成为财阀的老婆哪有那么简单？秘书正是被财阀派来摸小美的底细的，而且这个秘书已经调查到小美曾经改过名，至于为什么改名还不知道。另外，他还在小美的大学同学那里得知，一直有一个神秘人默默跟踪着小美，他最近正在调查那个神秘人。一开始秘书就把老韩当成了神秘人，所以才大打出手。得知老韩是个警察后，秘书便将一切告诉了老韩。就这样，老韩才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原来这个小美就是当年美叔的女儿小佳。那她为什么要改名呢？还有跟踪她的人又会是谁呢？难不成是小金？如果是的话，那她为什么要保护杀父仇人的女儿呢？看来所谓的真相并不是真正的真相。如何成功拿下财阀，从而一举嫁入豪门呢？看这个女人是怎么做的。一场车祸突如其来的发生，小美第一时间想的不是保命，而是奋不顾身的将财阀救出。就是这一举动，让财阀彻底放下了对她的猜忌。但是先前调查出的疑点，财阀还是希望小美能主动说清楚。小美见时机成熟，便主动交代了改名的原因，是因为她曾有个杀人犯母亲，而那个神秘的跟踪者，她却表示自己都不知情。财阀听后不但没有埋怨她，反而当即让秘书停止调查，还要择日迎娶小美。只是他不知道，所谓的车祸不过是小美自导自演的一出戏罢了。财阀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财阀女儿的强烈反对，甚至还当着学生的面诋毁她。小美气的是牙根都痒痒。可当天晚上，财阀女儿独自在家的时候，就被一个闯入家中的神秘人侵犯。恰巧第一个发现的人又是小美。小美将财阀女儿送去医院后，还答应替她保密。至此，小美又成功解决了财阀女儿这颗绊脚石。另一边的老韩终于拿到了死者老姜的尸检报告，在其指甲中发现了他人的 DNA， 和数据库进行比对后，确认对方就是小韩失踪前调查的小金。可如今却找不到这个小金人了。为了搞清楚如今老姜之死和14年前的案件的关系，老韩找到了曾收养小佳的姑姑，在这里得知小佳来到后，跟姑姑学习了裁缝手艺，而且一直都表现得特别优秀，姑姑甚至都把她当成女儿看待了。姑姑的女儿和丈夫又都因为车祸去世了，所以小佳就干脆改了姑姑女儿的名字。从那之后，小佳就成了小美，凭借着出色的手艺一路攀升，直到遇见了财阀。如今的小美可以说是乌鸦变凤凰了。那她一个女人又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呢？难不成真的有人在暗中帮助她？就在老韩为此绞尽脑汁的时候，财阀的秘书并没有放弃对小美的调查，看来他也不希望小美就这样嫁入豪门，说不定他也有一颗嫁入豪门的心。秘书找到了当年小佳和小金的初中老师，得知当年小佳作为杀人犯的女儿，全班同学都经常欺负她，可唯独作为死者家属的小金没有，反而好像很关心她的样子。秘书将这个信息告诉了老韩，老韩翻箱倒柜的找出了一盘当初案发现场发现的磁带。当初这盘磁带被政务科退回，因为里面只有一首歌，可老韩反复细听之后，听到了里面有孩子说话的声音，而且基本可以确定是小金和小佳。这样看来，当年老金遇害的时候，这两人就在现场。老韩开始怀疑整起案件可能都是这两人一手策划的。带着疑问，老韩找到了小金的母亲。当海英得知在老姜的指甲中发现了小金的 DNA 后，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原来老金当年因为钱的事，长期蹂躏美叔的女儿小佳，而偏偏儿子小金又喜欢小佳，所以当天是小金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后来事情被老姜发现了，海英才被迫和老姜交往，甚至定期给他打钱。如此看来，应该是老姜出狱后又去威胁小金才被杀害的。另一边，在小美姑姑家的花园中还发现了刑警小韩的尸体，看来是小美示意小金趁姑姑不在家的时候埋的。老韩来到如今的小美当初的小家即将开业的服装店门前，看着墙上的开业日期，恰巧是当初那起案件的追诉期失效之日。他断定那个暗中跟踪保护他的人是存在的，而且这人正是小金。但是到底该去哪里抓捕这个小金呢？小金抓不到的话，也根本无法给小美定罪啊，毕竟一切都是小金亲手做的。老韩找到领导，申请小美服装店开业的当天潜伏抓捕小金。他确定这个重大的日子，小金一定会出现。一番努力劝说后，领导终于同意了。老韩也不负众望，当天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发现了小金。可一路追到天台后，小金都没有出卖小美。但是他也知道，如今的小美绝对不会像之前答应自己的那样，在嫁入豪门得到足够的财富后，在追诉期过了之后和他远走高飞。但是他并没有后悔15年来为小美所做的一切，他选择替小美扛下一切，继续做照亮小
小美的太阳，小金毅然决然地用杀死父亲的剪刀刺死了自己。他从天台一落而下。当小美看到小金后，虽然眼眶湿润，可面对老韩的质问，她依然没有承认自己认识小金，然后坚定地离开了现场。小金看着小美离开的背影，眼神中依然没有一丝的后悔。15年来，他一直生活在黑夜里，默默地守护着白日里的小美，替她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障碍。正所谓白天有多白，黑夜就有多黑，而身处白天的小美永远也不懂身处黑夜里的小金的黑。